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维森数码生活，我是哈利同学。这期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墨尔本已经解封了嘛，所以说工作室又恢复了正常的上班节奏。那今天就在工作室跟大家录这一期小讲堂的第2期。上一期我们聊了电子快门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果冻效应啦、横纹之类的，以及聊了一下什么时候应该打开电子快门，什么时候应该换成机械快门。这里想和大家先说一下，像我们做这个小讲堂系列，其实就是单纯的想和大家一起去探讨，我们所有人会在摄影方面会遇到的一些疑惑、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许会有一些说错的或者表达不清楚的，那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意见，然后用积极的态度，我们大家一起去进步。上一期小课堂，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说一下电子前联为什么会有时候，比如说会影响到光圈会影响到整个画面的成像质量，影响到郊外成像的效果。我们这期跟大家就聊一聊电子前联的这个事情。我们先说一说电子前联是什么。那首先大家要知道，相机的快门联其实是分2块的，它并不是一个门联去曝光 CMOS 然后遮挡 CMOS。那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用 B-roll 跟大家演示一下。那假设这块 A4 的金色的纸是 CMOS 这张白色的纸是快门联，那我们看一看，如果只有一个快门联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来模仿一下单张曝光的过程。快门联从开始的闭合到完整的暴露 CMOS 开始曝光，然后到完全的闭合结束曝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假设说这是 A 点，就是 B 点。A 点最早开始曝光，但是却也是最晚结束曝光的点。那 B 点呢，正好相反，开始的最晚，反而结束的最早。那这样的话，整个画面就会是曝光特别不均匀的。那当然，快门速度运动的越快，这种不均匀就会越加的不明显。但是机械快门运动的速度并没有说快到可以忽略，所以说依靠提高快门联运动的速度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为了保证 CMOS 每个点曝光时间都是一样的，那用2个快门联分别去运动，那就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一下，先曝光的部分也就会最先被遮挡到，那这样就可以确保 CMOS 上任意一点的曝光时间都是均匀的。而电子前联，也就是我们使用机械快门的时候，用 CMOS 逐行扫描的方式去代替传统的机械快门前联的运动。这样的话呢，只有一个后联的运动，对于相机整体的震动，相较于是前后联都运动，那就会小很多了嘛。最重要的是后联降下来产生震动的时候，其实 CMOS 的信息已经读取完毕了，也就是说整个曝光的过程已经结束了。那快门联对于机身的震动造成的成像的影响也就被降到了最低。所以说，当我们拍摄超长焦或者说微距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尽量的降低机械门联的运动对于成像的影响，电子前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电子前联快门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大光圈的郊外的成像的效果。大家来看这2张图好了，我们用的是适马的501.4，这张是普通的电子快门，这张是电子前联。我们重点看一下直方图。在所有的参数都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直方图的变化有一个微弱的移动，这个移动就代表着电子前联真实的影响到了我们整体的进光量，郊外的虚化效果有着明显的减弱。1.4 的超大光圈几乎缩水到了 1.8 左右。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灵异事件呢？我们也是花了很久时间去研究，那我们就把最有可能的一种结论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同样还是用 B-roll 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拿来3个相册为大家演示一下。假设这个是 CMOS， 它的机械快门前后联在这儿。那如果是机械快门的运动的话，当速度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缝隙，运动的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大概的演示一下。那电子前联的曝光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CMOS 开始逐行的读取，由后联的降落遮挡 CMOS 结束曝光过程。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打开电子前联的时候，其实前联和后联的位置是不在一个平面上的，这就相当于我们把前联的位置朝着 CMOS 的方向移动了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就是门联到 CMOS 的距离。那这一段位移造成的后果就是有一些角度的光线是被挡住了的，可以明显看到这条线有缩短那肯定有的朋友就会说，那如果照这样说，那另外一边角度的光线按理来说应该多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另外这个角度的进光量是增加了，那理论上来说这样不就是互补了吗？事实是很残酷的，另外一个角度的光线打到 CMOS 的位置是后联已经遮挡住的区域，也就是曝光已经结束的区域，所以说多进来的光线并不会被记录下来，少进来的光线真真切切的减少了。那总的来说就等于是我们整体的进光量是减少了的。
相当于我们的光圈就被缩小了。如果我们的快门速度不是特别的快，逐行扫描的过程完全结束以后，机械后联再降下来，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因为机械的前后联距离 CMOS 距离是固定的，那快门速度越快，前后联形成的那个缝隙越窄，进光量缩水的角度就会越加的明显。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使用电子前联，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让快门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慢一些的程度，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我们这里可以顺便看一下 R5 相比较 A7R3， 其实电子前联的进光量减弱是控制的非常好的。我们猜测那应该是 R5机械门联和 CMOS 的距离相比较 A7R3 机械门联和 CMOS 的距离是要更近一些的，所以说这个角度差并没有说特别的大。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网上很多朋友反映说，打开电子前联偶尔会遇到那种很细的波纹。那我们拿了现有的机器，也是各种尝试，用每种参数对着不同的光源下，去拍摄，都没有发现这个现象，所以说我们没法去做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如果各位对这些现象有一些答案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我们的视频解答了大家对于电子前联的疑惑。那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不要犹豫，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在评论区里或者在弹幕里面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那小讲堂系列也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做更新，那大家不要忘记一键3连， YouTube 朋友记得订阅我们，并且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啦！